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现已上线机型数据库功能，每台新机的详细测评视频，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在这里先快速查看机器的续航、发热、性能、帧率等等核心参数，并且还能看到这台机器单项数据的排名情况。小白在买到机器后，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更新他们的实测数据，以方便大家查询参考。小白测评数据库，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赶紧扫码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本来是要昨天跟这个红米5一起跟大家聊的，但是没办法，这个红米5 Plus 呢，为了我个人的喜好，当然也是为了这个机器的考虑啊，从这个京东买了一台黑色，就迟到了一天。这个红米5是最便宜的全面屏手机，我估计连这个 Almost 的都不算啊，但是这次的红米5 Plus 呢，1299的版本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全面屏红米，然后处理器上面呢这次稍微有一点点的争议啊，是625的处理器并没有像大家期待中的那样采用630。就在我们录制视频的前一天360这边举行了发布会，发布了就是之前N6 Pro， 这次是发布了 N6， 它是采用了630的处理器，而且价格方面呢，比这个红米5 Plus 稍微贵那么200-300块钱吧，但是就看你的这个取舍是吧？今天这期咱们就跟大家聊聊红米5 Plus。OK， 我们这是在京东购入的1299 4+64G 黑色的这个版本，然后还赠送了一个原厂的耳机。这耳机呢就作为小礼物了啊，在 B 站呢，这个谁的热评是第一，下面的留言啊，这个耳机就送给他了，虽然不值什么钱吧，也是赠送了一个原厂的这个硅胶壳，但是这个壳子呢就没有我买那个红米5的时候在小米之家赠送的那个壳子好了。这个壳子是和小米 Mix 2原厂那个壳子材质基本是一样的，摸着手感特别好。但是这个红米5 Plus 里面这壳子是比较廉价的里边呢同样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Micro USB， 不是 Type C， 大家要注意一下。充电器方面呢，最高也就是5伏2安，不支持快充就是10瓦的充电速度。但是这次这个红米5 Plus 的电池可是非常大它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这个充电瓦数呢，我预计应该会在3小时左右才能把它充满。OK， 旁边的这几台机器呢，都是一些价位比较接近的当然也有稍微贵一点的，比如说坚果 Pro 2，然后还有就是360的 N6 Pro， 这个 N6 呢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买到然后这个是1299同价位的这个荣耀的畅玩7叉，这也是直接的对标的竞争对手。它特意呢在后边说了一个后盖不可拆卸这次这个中框终于是金属的了。昨天给大家开这个红米5的时候，上面额头和下面下巴还有中框是一个塑料件整个手机呢是塑料感特别强，虽然说后背是金属的，但是这个红米5 Plus 呢就好多了，它是整个一个金属的中框，然后只有上边和下边呢是塑料贴片。OK， 我们把膜撕掉。不过拿在手里呢，这个黑色的这个外框还是比较宽的，虽然说做了圆角的处理。同样，这个红米5 Plus 呢也是一个后置的指纹识别。OK， 现在是我们进入到了界面，它同样默认的也是MIUI 9，这个就是这次的红米5与红米5 Plus， 一个是白色版，一个是黑色版。本来我以为这个黑色版质感可能比这个白色版要好很多，但是拿在手里面其实也差不太多，因为它这个边框呢确实是做的比较宽，但是整个这个手机拿在手里这个分量感明显要比红米5有重量很多。整个的 ID 和红米5呢是一模一样的，在前面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尤其是这个下巴跟红米5一样都是做的非常宽，完全可以把这个3个虚拟按键可以放在里面，但是这样做可能就没有那么全面屏了，是吧？整个后面的 ID 跟红米5唯一不同的就是在闪光灯方面，它是双色纹的闪光灯，但是实际中的这个表现应该也差别并不会太大。整个手机的质感跟同价位的荣耀7叉相比，在屏占比上肯定是要比荣耀7叉稍微的低一些的，因为不论是额头、边框还是下巴，都要比这个荣耀7叉稍微的
宽大那么一点点，也导致这个手机拿在手里面的质感，这个细长度啊，稍微照荣耀7X差了一点。如果要是荣耀7X是黑色的，可能会更明显一些。而且这一次啊，在发布会上呢，反正就是18:9，它也是默认为统称全屏了。之前小米还说这个全屏，有点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们发的那种不叫全屏。之前网上有个段子，就是既然你们把全屏都已经毁了，那大家就一起死。然后就发布了这2款手机分辨率方面呢，就是 2160×1080 18:9的一个屏幕，这个就是5.99寸了，而红米5呢是5.7寸。但是我感觉这个红米5的5.7寸呢，拿在手里手感上更好一些，掌控感更强一些。只不过是它的配置啊，确实是有点低，这个450的处理器。续航方面呢，我个人感觉这一次的红米5 Plus 应该会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排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我感觉前3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因为毕竟处理器只是625，然后这么大的电池。有一个小的纠结点就是这么大的电池啊，不支持快充。我觉得可以支持快充的，起码给个18瓦，我觉得应该问题并不大。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并没有快充的加入。当然，在同级别的手机中的配置也都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咱们也不挑理。这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前置呢是带补光灯的啊，这也是它发布会上的一个卖点吧。但是千元机嘛，这个相机都是扎机互啄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在意。卡槽部分呢就比红米5要好多了，它是一个全金属的卡槽，也是鱼货卡槽，你可以插入内存卡。在内存上啊，这一次呢虽然说这个999的版本是32G 的，我觉得就稍微有点少了。虽然说价格上比较良心，但是确实比较少。我还是推荐这个4+64G 的版本，1299，它也并不是太贵，是吧 ？OK， 还有就是旁边这2台机器了，一个是 N6 Pro， 一个是这个坚果 Pro 2。这个就是他们上一个级别的18:9屏幕的手机了，但是这个质感上的营造啊，还有就是整个手机的配置方面啊，就明显提升了非常多。所以说我个人最终推荐啊，还是希望大家购买这2台机器这个级别的全屏的手机。坚果 Pro 呢，颜值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是这个660的处理器，包括6 Pro 也都是这样做的，也都比较有精致感。这个1299的这2台手机，说实话，我个人不是太推荐，因为处理器上稍微就差一些，而且质感上确实廉价感比较足。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先拍一些样张，尤其是跟同价位的1000出头的这个荣耀7X，这个 N6 呢，后边我们拿到机器之后呢，再和大家聊。OK， 这一期的红米5跟红米5 Plus 的快速体验呢，就跟大家聊的差不多了。后面呢，再给大家跑一下分，看看这个625处理器和这个麒麟的到底怎么样？还有就是跟红米5的差别有多少？当我们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360 N6 呢我们还没有买到，所以说就没这台机器了。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红米5 Plus 这几个关键字，这一期的实拍样张你可以先睹为快。后期它的所有相关数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到小白测评数据库里面。总而言之，这个2台手机推荐的话呢，还是推荐蓝色版本的这个红米5 Plus， 但是我最终推荐还是上一个级别的，因为660的处理器可能在使用中呢，基本满足你的日常需求625确实有点太入门了。好了，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这个红米5跟红米5 Plus 的所有的相关数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到我们微信公众号里的数据库大家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趋势，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还有就是对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哇，38、37，哇，你都把我美化的这么好了。32，哦，帽子往上缠。
算了，我就30吧，我就是30岁大叔了。